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看看现在的局势，您的分析是如何。当然，也别忘了帮我们热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首先是中华战略及兵棋研究协会的理事长黄介正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另外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格 Ross， 大家好。还有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郑继文继文兄。何总好，大家好。好，现在中东的局势啊还是扑朔迷离啊。我们说这个美以伊的战争呢，先前讲的2周的停火期限到了，那这个礼拜我们知道川普他又改口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无限期停火，一直到谈判有结果为止。那原本预定的第2次美伊谈判啊，现在也是一延再延。那终于呢有了一点最新进度啊，这2次谈判有了一点谱吗？周末前，路透社24号的最新报道是，伊朗的外长阿拉奇呢，在星期五抵达了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当然有人这个翻译成伊斯兰马巴德哈。那阿拉奇自己也发了一个 X 啊，他发了这个贴文说，是的。好，那么伊斯兰堡呢，就是上一次这个美伊谈判的地点，所以呢，这次阿拉奇再度的前往，也被外界视为可能是美伊第2轮谈判的积极信号。当然，这个消息呢，也获得了伊朗官媒伊朗通讯社的证实。我们来看阿拉奇的这个发文呢，他就是简单的告诉大家，他去了伊斯兰堡。另外呢，最后特别有这一句啊，是不是有弦外之音啊？他说 ：“Our neighbors are our priority 啊，关注的是在伊朗周边国家。好，那么现在来看呢，对照川普，他也发文。川普在23号呢，他发文，他说呢，美国并不急于结束跟伊朗之间的战争，但对伊朗来说是时间紧迫啊，而且呢，美国并不会在对伊朗的战争当中用核武。约莫在同一时间呢，也看到以色列的防长卡兹啊，透过影片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在攻守方面现在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就等美国放行。而首要任务呢，就是彻底的铲除哈米尼王朝，还要摧毁关键能源跟电力设施，瓦解国家经济基础建设，让伊朗回到黑暗时代跟石器时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又来了哈，那么一边要谈，一边又喊打，要来极限施压。最新的报道呢是川普提出了，任何提议都必须包含2大核心条件。他说这是美国的底线。第一个就是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浓缩铀；第二就是必须要确保荷姆兹海峡的石油运输自由，绝不容许航行的安全受到威胁。好，那么现在第2次的谈判呢，似乎是有点谱了，但是呢，要让双方坐上谈判桌，有哪些先决条件得先达成啊？刚刚讲的就是这个核心，一个就是浓缩铀，就为什么战争会开打；另外一个就是荷姆兹海峡，封锁或者是阻塞啊，就是被截断的这个问题。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战争的发起的原因，对；第二个问题是开战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杀手锏，那这2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你算不上和平，那从一刚开始的单方面片面的强力打击，到后来就进入了打打谈谈的阶段了。那么过去我们看到了，它是以战逼降啊，这招没有用，所以现在变成是以战逼和，或者是以打逼谈，就从降到和。对，就是说，既然你不会投降，那我现在就想办法用这个军事压力啊，来逼你上谈判桌，或军事压力逼你会达成一个谈判的结果。那当然了，这个对于任何政权来讲，你说要别人退位或者是放弃他的政权，那个困难度比较高，比浓缩铀还要高。这个已经超乎当初川普自己的所设想的目标了。但是川普从开战一直到现在，他是 moving target， 就是说他到底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啊，你开太多了，或者是变过又回来。当你不稳定，你的对手不确定你的最后你会谈出结果的那一条线在哪里的时候，他也没办法跟你。老师，我请教啊，因为最近也看到外电报道，是川普政府哈，他们整个团队呢，就是且战且走哈，不断在修正自己的战略哈。那当然，现在看到是
想办法要促成第2次的谈判。可是刚才提到了，川普先放话了，先讲说浓缩铀的问题必须要彻底的解决，另外一个就是荷姆斯海峡嘛，是，就是到目前为止还谈不拢的2个关键呢。对，这就是2个关键，这2个关键无解的话，战事就会继续下去。另外还有个变数，就是以色列说我还可以打，是我准备好了，那个你美国只要那个手一松我就干，那这个东西也是谈判的一个手上的一张牌，就是说你不谈的话，我就放手让以色列再出手，所以现在黎巴嫩那边说也是暂时停火。那现在让双方有一个谈的机会，我觉得上一次谈得太快，我觉得第一轮是双方都没有准备要谈成什么东西。副总统 Vance 去，他又不能示弱，然后他也不愿意背锅，那所以他立场就踩很硬，踩很硬的话是大家各言而至，讲完就散场。上次很快就无疾而终。对，那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也拖了蛮久的，你算日期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再拖的话60天了呀。那您觉得这一次第2次谈有没有可能像上次一样，还是谈，最后终于要谈，对不对？谈了以后呢，但还是一样没有结果，很有可能。我觉得我自己的直觉是有进展无结果，就是留给下一次谈判再一次的机会，对，对不对？就是和谈没有丧失这个机会。最后请问，也有看法认为，川普已经在想要怎么样抽身了。他一直在思考他的抽身之计啊。他抽身已经想好几个礼拜了，是别人不让他下车啊。别人是就对手啊，伊朗没有让他停，Bibi 也没有让他停。对，这个他的难处。这2天啊，其实台湾的媒体也有报道哈，就是说在整个中东的局势哈，因为说。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官方的公告，表示说，面对这个日益严重的地区安全局势呢，正在采取历史性的救援措施。国务院已经开始积极协调包机，而且呢，承诺只要安全条件具备，就会持续争取更多的载运量。另外呢，还将会豁免所有要求公民偿还政府撤离费用的法律规定。哈，简单来说，就是撤侨的消息又出现了，这代表是又要打了吗？上个月4号，如果您有印象的话，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 Johnson 曾经表示说，从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呢，已经有超过17500名的美国公民回到美国。他也指出呢，其中呢，透过国务院的协助啊，撤离的将近有6500人。那大多数其他的美国人呢是自行撤离，几乎也都是搭着商业航班远离战火。好，那现在又传出这个撤侨的消息啊，请教 Russ， 是不是意味着很快又会有军事行动？本来就有军事行动，随时有可能会打。对啊，只要在伊朗没有让步情况之下，我跟黄老师意见有点不同，因为我觉得作为美国来说，本来有2个目标，一个是浓缩铀核物，那另外是远程导弹，是伊朗故意再加一件事情，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本来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不是关闭的，那后来伊朗决定要关闭的，所以现在是2个原来的终点，那再加上第3点。那伊朗这一招奏效了。但是如果伊朗没有让步的话，那美国就会继续打，这也是事实，所以那美国就不得不呼吁侨民要离开。OK， 那你怎么看这一波的撤侨讯息跟上一次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上个月4号这一波跟上一波的撤侨中间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我觉得是没有，美国国务院或川普政府，他们想避免被批评，你没有帮忙，这是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都会碰到的情况。你没有好好的帮忙你的侨民撤离战区了，所以为了避免这个负面的新闻，他们就比较主动来呼吁美国侨民要离开。对。这个撤侨会不会是个烟雾弹？因为有可能吗？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其实我觉得，因为已经战争快2个月吧，打仗快2个月，所以想离开的，说实在几乎都离开。没有离开，可能是因为双重公民或在那边有亲戚或有业务不能离开而已。但是虽然。很多时候机场是关闭的，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等等，有时候机场是关闭，
不能起飞。但是很多时候在最近几个礼拜、6个礼拜，机场是开放，飞机还可以起飞了，所以想离开了，几乎都已经离开了。不过最近这一阵子以来，这个战事的发展哈，确实看到美国有点打到就是说捉襟见肘的感觉哈。纪文兄，我请教你啊，因为川普他说，特别呢在这个礼拜他已经强调一件事情，他说要全力的来打击啊在荷姆兹海峡布雷的船舰。那《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呢，虽然说伊朗的海军啊最近遭到了重创，有很多艘的舰艇啊、港口设施啊都受损，但是革命卫队的海军呢还有一个秘招，就是蚊子舰队。那些蚊子舰队就像一些小的快艇哈，因为他们分布在波斯湾沿岸、海上洞穴或者是隐蔽在码头啊，持续的部署当中。然后他们用的方式呢是用高速小艇、微型舰艇还有无人机继续的维持战力，构成不对称的威胁，类似打游击。啊，《纽约时报》也评估呢，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消耗了大约有1100枚为了本来是为了要因应跟中国大陆可能开战而制造的远程隐身巡航导弹，而且现在呢，这个飞弹呢已经用到呢剩下接近这个剩余库存的总量。而美军呢也发射了1000多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数量大约是目前年度采购量的10倍。另外，根据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还有国会官员的说法，说战争当中光是爱国者拦截导弹就使用了1200多枚，每一枚的飞弹成本超过了400万美元，还有1000多枚精准打击跟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也就是 ATACMS 这些陆基导弹，飞弹库存水平现在降低到令人非常担心的低点。另一个最新消息，俄罗斯的消息报网站他们报道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总成本现在已经超过了420亿美元了。简单来说，就是战争的花费非常惊人。但我要问的是，用了这么多的飞弹，包括刚刚讲说战斧啦、爱国者啦、TACMS 啊，这些交叉运用之下，为什么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是打不出一个像样的成果啊？其实这个原因是多重的哦。我觉得有一点类似俄乌战争。那俄乌战争打到现在4年多，俄罗斯也发射上万枚的各类型的飞弹，包括弹道飞弹、巡弋飞弹，甚至高超音速飞弹等等。但我们看到乌克兰有屈服吗？或者整个被打败？没有。确实对乌克兰产生极严重的破坏，全国很多地方焦土。但是我们发现乌克兰还是停下来。其实这场战争，美以伊战争和俄乌战争其实有高度的雷同的地方，就是那你发射那么多的飞弹，但对手在地理特质还有它相对广袤的领土，那另外它还有地理它这个在地者一个优势，特别是我们注意到伊朗不是第一次面临战争，过去几年，那它常常处于战争或接近战争的状态，尤其是2025与以色列这个12日战争，可以说已经是先进行一次不对称战争的预演，包括他自己遭受以色列各种精准远程攻击，他如何残存下来，如何利用自己不对称的武器对对手进行有力的反击，而且重创对手。对，其实我们发现这次美以战争几乎就是12日战争的翻版，只是规模更为扩大。也因此美国在有限条件攻击伊朗的状况下，复制12日战争的整个过程和结果也不足为奇因为很多战争的条件还是一样，就从经验中学教训嘛。对对，特别是美国基于说之前好不容易从乌克兰撤军，阿富汗撤军、伊拉克撤军，他已经有一个底线，就是我不再派地面部队，特别是不轻易派地面部队再卷入中东的冲突。在这个状况下，他只能用昂贵的各种飞弹系统进行消耗。所以你觉得，像刚刚讲说，不排除谈到一半，甚至还没谈之前就可能打了。那打的话，还是像上一次一样，就是大规模的空袭吗？我认为空袭还是它优先的选项。那美国我们知道，它又调集一些资源，包括3个航母打击群，那另外它还有一个不得不为，就是底线思维，就是非必要派陆战队进行地面战，打伊朗的一些离岛或者一些重要的一些岛屿。但我认为美国绝对是被逼到墙角，不得已，我认为才会动用这张最后的牌，地面部队。但优先的牌一定还是利用它空中的打击力量，包括各种战机、各类型飞弹、
各种无人机，对伊朗的现有或者残存他认为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我们知道，这种攻击其实有很多盲点，特别是现在战争，其实战场上充满着诱饵假目标，也因此那再加上这个伊朗它本身之前战争的准备有很多地道的一些攻势啊，然后进行大量的疏散，还有它的马赛克作战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都让美国和以色列难以这个一网成擒，被迫进入长期消耗这样的一个消耗战的模式。但我认为，就整体未来来讲，即使开始这个重新这个互攻，它的模式可能和之前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那目前整个态势来看，美国似乎是陷入了伊朗的泥淖当中哈，所以其实你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被媒体问的时候，他就拿这个越战当做比例，他说越战都打这么久了哈，这个伊朗的时间这样看起来还算短的，但是美国真的有办法像是越战再承受一次像是越战这么长期的战争吗？而且现在还面临的是一个更严重的考验，就是盟友并不相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持续来关心中东局势啊，美以伊战争是不是也间接的影响到了美国跟他的盟友之间的关系呢？根据路透最新的报道说，五角大厦内部流出的一份邮件表示呢，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那些在美伊战争中表现不利的北约盟友要来进行严厉惩罚哈。最新已经传出有2个国家，今天也看到有报道出现，包括呢说要考虑暂停西班牙的北约成员国资格，以及呢要重新审视美国对英国拥有福克兰群岛主权声索的立场。所以现在先锁定的是西班牙跟英国这2个国家。但美国到底不满什么呢？文件当中指出啊，美国对部分盟友不愿意或者是拒绝提供所谓的 ABO 啊，这个 ABO 呢就是 Access Basing Overflight， 也就是呢开放进入驻军和开放飞越权的这个态度呢表达不满，也直言ABO 只是北约最基本的要求而已，结果你连这个最基本的要求都不愿意答应。好，那么 Political 政治新闻网就披露说呢，白宫甚至拟定了一份类似要区分什么乖孩子、坏孩子的这个北约国家名单看看哪些国家是属于乖孩子，哪些是属于坏孩子啊。那所以呢，美国就可能从被认定是坏孩子的国家当中来撤回美军，联合演习被取消，或者是呢把军售转而提供给这些他们认定是好孩子的北约国家。所以我们特别对照了2家媒体看得出来这个消息可信度并不低。请问黄老师，就是北约不满川普这个没有告知盟友，因为当初也特别不满，表达他们的不满是说你没有告诉我，你就对伊朗径自跟以色列就对他们采取军事行动。那现在呢，就选择按兵不动感觉上就是一副不挺的样子。但川普老大不爽啊。那可是这真的是北约盟友现在不断在强调说，就是因为你当初开战的时候你没有告知我们，有这么单纯吗？还是背后还有其他的原因？这是一个蛮关键的，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白宫也当面跟川普讲说，你事前没跟我说一声，就动手，所以揶揄嘛。所以不只是欧洲的盟国，那个所有的盟国都连东亚也是都因为是盟国，但是又感觉到非常意外。对外交上面我们很重视，就是 no surprises， 应该要知会，你要先打招呼这一点。那另外一个这个。Ross， 不好意思那个其实还没有打伊朗以前，很久很久了，就有很多人说做美国的朋友比较辛苦，做美国的敌人比较过瘾。那川普又有这种人格特质，这是第2点。第3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你事前没讲，问题这种对中东的用兵，其实欧洲很多国家有一个很害怕的，就是中东的难民。就是说你打仗让人家活不下去，大家外溢你不管俄罗斯也是，或者是中东地区周边的这些国家，周边国家只要有动乱，大家就往你国家跑。那欧洲又是很讲这种所谓的这种人权价值
然后他就收了难民以后，变成国内政治一大堆的问题，也有经济负担。所以不管在军事战略上面，或者是实际社会上面问题，现在欧洲蛮弱的啊。那他们被这个副总统 Vance 或者是总统川普瞧不起啊，也是有一定的原因。欧洲啊，其实在冷战结束以后懒散惯了。他们休假的时间比美国人长，对，社会福利比美国人好，那慵懒，比美国人工作的勤奋度也稍微低，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事情都依赖美国，然后讲得很漂亮，跑到台湾跟我讲一样的事情，说我们北约不能没有美国，没有美国的话，我们北约撑不下去，这个让我们台湾听起来觉得也有一点刺耳。所以老师，您觉得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共同防御条约，就是尤其北约之间成员国彼此之间的默契可以适用在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吗？说得通吗？那要看怎么解释这个条约。如果说是共同防御，那很多北约国家会说，当你任何一个国家被攻击的时候，视为对集体的攻击，所以北约基本上叫集体防卫嘛。Collective defense，那问题是你是打别人啊，集体防御跟集体干人不一样啊，而且又没有知会啊，对，而且事前没讲，然后等到弄了以后，你告诉我说我要用这个基地，或我要借道而过，那个其实古今中外有很多借别国去打另外一国的借道而行的，那人家借不借就变成很不容易处理的外交。了解 ，Ross 怎么看？我刚看了一直在摇。这个根本不是北约第5条的问题，因为美国没有向他们有这个请求啊。那美国是因为我们长期来是好朋友，不管是德国、法国、意大利或其他的北约盟国，美国认为我们一直以来就是2战之后，我们美国是好朋友，或工厂国家90年代加入北约之后，美国也是他们的支持者，不管是什么 Poland 或其他的东欧国家。那美国认为因为我们是你最好的朋友，那我们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们应该是帮忙。但是美国没有，因为美国身为北约的一份子，却没有先知会北约，他要对伊朗。这个川普的逻辑是跟搞事张淼讲的，在白宫讲的是一样。我哪有可能先告诉30几个国家，那就这个秘密就很快会出来，对不对？对了，所以事先告诉他们是不可能，真的不可能。我了解你讲的，但是没打招呼这件事情那个对于很多国家来讲，因为我们有一个名词常用嘛，叫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对不对？没错。那你因为其实从 Persian Gulf War 就是沙漠风暴以来，那个美国大部分海外用兵都希望不是美国一国去采取军事行动，是大家一起。主要是这个啦，并不是我知道军事本来就有机密啊，我通通都跟你讲了，我怎么对？但是其实都不管是川普、Hegseth、Rubio， 就是整个团队，他们的想法是，其实我不需要你 Bulgaria 或其他的小北约国家排兵，好，你讲这边但是美国的想法是，对，我需要像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使用你的基地等等。对美国来说，对川普团队来说。其实我对你有这个要求，不是那么过分，好不好？我的讲机要天威哦，加油，有什么问题？现在就是说，美国的盟友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信任的问题因为呢，到底盟友怎么想？我们来看中间这边屏幕中间这边有想说，法国总统呢，马克宏他曾经劝川普，他说他最近他劝川普说，想认真做事的时候，不会天天改口或是过度发言应该保持冷静。你冷静一点那北约价值呢，在于成员之间背后的信任，他点出了 trust。OK， 然后另外他说，不想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主导地位，比如说中国大陆，当然也不想过多的暴露在美国的不可预测性之下。这是呢，他到韩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在介绍跟这个台下的学生分享了这一段。所以我要问的是信任问题，美国的盟友信任问题出了问题你怎么会把 Macron 跟信任连在一起？
这个跛脚总统，他剩下的时间一年左右。美国我告诉你，将来一年，不管你在节目多少是替 Macron 的话，我会一样回答说 Nobody cares anymore， 因为他快要下台。你的说法其实跟川普所以川普真的是，川普已经根本不在乎 Macron 说什么，而且 Macron 他快做10年，对不对？他一直提我们欧洲国家对国防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有北约以外的共同组织、共同团队等等。都没有做到，而且他国会也没有什么自己的国会也没有什么支持，对不对？所以他对这些国际议题讲什么，其实川普还有川普的团队已经完全不在乎，已经是看破手脚 ，completely irrelevant。就他真的，而且他已经也是没有欧洲的这个外交国防议题的主导权。几年前可以说他有了，但是他已经是没有。即便如此，他也点出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信任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动摇。那现在在军事方面呢，纪文雄，我请教你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军的布希号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到了中东的海域那显得说这个美军现在中东这个地方呢，已经出现了罕见的3个航母打击群的庞大阵势那我们现在提到北约这个部分呢，其实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呢，他发布北约2025年度报告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32个成员国国防支出总额是突破了1.4兆美元，比起2024 1.33兆美元是持续成长的。另外，前北约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北约秘书长首席军事顾问鲍尔上将他是一位海军上将，他曾经估算，包括最近加入北约的芬兰，还没有加入的瑞典北约动员的兵力规模可以到350万。那另外呢，像是核弹头英美法3个加起来可用库存大约是5000到6000枚。美国有11艘核动力航母北约呢是大概有16到20艘。要问的就是说，北约看起来好像是兵疲马困那这个到底北约的实际战力我们怎么去评估？北约的实际战力，我认为就俄乌战争开打以后，他们才开始重视如何让他的军事能力赶快来加强，再进行大幅的强化。在此之前，我必须说，他们荒废了20多年，尤其是很多国家军事工业不断被弱化，和很多像美国一样去工业化，它做得非常的彻底。尤其是北约好几个传统的强国，军事工业强国，像瑞典，以前还可以自己研制战机。现在瑞典还有能力自己研制战机，当然没有，大家只能把原有的战机修修补补。那坦克工业也是一样，英国的这个主战坦克的生产线早就已经结束了，是，他要生产新的，可能还要和德国一起联合。我刚才讲的几个案例，就是传统欧洲强国目前在军事工业所面临极大的问题。也因此，俄乌战争以后，虽然很多国家纷纷把国防预算增加，有的还要进行扩军。但大家赫然发现，他所仰赖采购的许多新武器装备，其实并非欧洲产，而是由这个美国，比如说 F-35买爱国者，等等。那另外，那美国的某些盟国，比如东亚怪物房里面的韩国，这几年它的军事工业在北约国家的出口额度就很高，比如 K9 自走炮，这个 K2 主力战车。那波兰就买了一堆，那像其他像芬兰、挪威，好几个国家也买了韩国做的自走炮，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欧洲的军事工业在几十年的不断弱化之下，它要在短时间内要达到这个军事能力大幅强化、快速现代化，这个目前现实上很难。也因此，我认为欧洲在俄乌战争的刺激下，虽然他花了大把预算，但你要恢复达到让美国满意的水准，我认为至少要5-6年以上的时间。对，特别是美国目前也限于它武器装备生产不及，自己因为美以伊战争或者之前这个以色列和这个伊朗的冲突，需要大量的新武器，自己生产不及，也因此更难以供应北约国家的需要。也因此，北约看似强大，但其中大部分的水分都是由美国
所充实的，自身的实力其实是虚弱不堪。你刚刚点到一个重点，是过去一直以来都是以美国为主力哈，是仰赖美国作为老大哥哈，帮着大家保护大家。但是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老大哥竟然会出了一个像川普这样的领导者。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